人生无常，大肠包小肠，你们都拿我当池子里的希腊少妇啊，向我许愿。这事儿呢咱忍了，但是我就忍不了的是那血压经常突突的啊，时不时的还得被刺激一下。有一位男士38岁，大龄未婚啊，年收入40多个，就因为这个个子矮啊，1.6米左右，不太好找对象。这个月初啊，给他介绍一位姑娘，35岁，母胎单身多年，做会计的。你想找条件好的就别嫌他矮啊，你想早点结婚呢也就别嫌他年龄大了。于是这两人呢互相见了有2、3次面，哎呀都觉得挺合适。表白这事儿吧，人姑娘说啥也得要个仪式感，毕竟第一次谈恋爱嘛，这海边、沙滩、气球啊，通通都得安排上。哎呀，那氛围直加拉满。就这样呢，两人呢谈了恋爱。哎呀，下面这事说的就有点塞心了啊。今天呢是他们谈恋爱的第3天，也是最后一天。就在刚才，两人气的是先后给我打电话呀，那说对方的不是。哎呀，听得我是在中间啊，是又好气又好笑啊。下面是他们分手之前的最后对话，内容适当删减，因为有些话是不合适发的呀。说个大概吧。这今天一大早呢，这姑娘就说啊，5·1想出去旅游。哎呀，看同事一个个都安排的挺好，出门散心啊，她也想去。男士就觉得呀，这现在安排啊有点晚了，而且5·1出门啊人太多了，说要下一回。姑娘很是失望啊，跟男人说，是我不值得你付出吗？还是你在心疼你的钱，怕我出去花你的钱呀？这男士一听就给愣住了啊，赶紧哄啊，那你说去哪里吧，我们先看看攻略。这姑娘一听啊也不愿意，为什么突然之间要改变主意？你的态度很是敷衍，好像感觉在应付。男士啊，哎呀，想一想，难得找个老婆啊，哎呀，没有啊，你想多了，你想去哪我们就去哪。这姑娘听完就说，男士这话有问题啊，什么叫做我想多了？本来就不是我的事情，你不觉得是你自己的问题吗？这个时候男士就有点不太耐烦了，但是呢也没有正面去跟这姑娘抬杠。他呢就圆场说呀，哎呀，是我不对啊，我不应该多想。那你看我们去哪里啊？人这姑娘就来了一句啊，随便。男士一听这话就抽得慌，随便是去哪呀？姑娘一愣啊，你为什么这么没有主见？我说了随便，那肯定是希望你来做决定啊，你应该告诉我去哪里好玩，我们应该去几天，怎么玩吧。这个时候男士是吱吱有点烦了啊，那我们去自驾去周边玩吧，这个近还方便。姑娘一听这脸色和语气就不太好了，去周边难道是因为想省钱吗？这旅游就是要去远一点的地方啊，坐飞机离开这个城市。男士啊实在是没法，就忍了忍啊，继续忍了。那去重庆吧，听说那里啊小吃比较多，环境还挺好。姑娘一听啊又不太愿意，重庆到哪都是吃辣的，你难道不知道我不吃辣吗？难道不会考虑我的感受吗？男士到此啊是实在是忍无可忍，那你说你想去哪？你告诉我，我来安排。这姑娘一听啊，你什么态度？跟我出去玩就这么不耐烦吗？这个时候男士可能已经被叨叨的哈，哎呀也不管了，直接就怼这个姑娘，你说话这么咄咄逼人，态度也不咋地，我和你没好几天，就你这样跟你过一辈子，那不得气死。最后的结果就是两人互删拉黑，然后通通找我打电话打报告，说两人不合适。那个时候我的心情真的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了。哎呀，有些姑娘实在是作的我都看不下去了。这有话不直说，干啥都随便，一言不合就怼人，逻辑听不进，道理讲不会。哎，生气就转身，甩手就走人，生气先哄你，凡事都他错，吵架3部曲，删除拉黑提分手，这非得男人找你像哭坟，你才勉勉强强回头。哎呀，你们说气人不气人？昨天有一位姑娘来找对象啊，哎呀，差点没气了吐了皮啊。30岁，本科在企业做管理，年薪15万左右，个子不高，长相还行啊。他的择偶要求啊是南方本地人，有车有房没有贷款，身高175以上，年收入不低于30万啊。未婚，长相帅气，家庭条件优秀者优先考虑。好家伙啊，这一顿输出啊，都给整出个择优录取来了。我说你这要求就有点大白天做梦不害臊了吧？他说他现在是项目经理啊，以后还会这个升职加薪，对他来说啊，年薪30万不是梦啊。如果男人不够这个数，那他干嘛要嫁来？我一听你这意思，就是你要赚了几百万，就得赚几百万的男人娶你是不？他说是呀，人都得现实一点，这不能我赚的多了成了我养男人吧。我一听，哎呀，我的老天爷啊，真的，为什么现在剩女越来越多，而且各个条件都不差呀？就是你整天要跟男人比经济价值，比谁赚的多，却不知道在男人眼里最看重的是女人的性价值，就是你的年龄、身高、体重、外貌等等。我跟他说，我说有一个姑娘25岁，本科在国企上班啊，年薪6万，长得漂亮，性格温柔，人家的择偶要求啊是男方35岁以内，哎，年薪10万，工作稳定，有房就可以了。你觉得你们俩谁更占优势呢？他不管，一听就反对我说呀，那我赚的比他多，工作可比他好多了。
我说你得看男人需要什么样的吧，符合你择偶要求的这类男人，那条件都牛叉成这样了，30岁的女人能看上，这20多岁的女人一样也能看上，人干嘛不去追20多岁的小姑娘？他听完就有些不愿意啊，说我歧视大龄女。哎呀，我说你可别这么冤枉我啊，我这是在点醒你，你再这么执迷不悟啊，最后耽误的只有你自己。他说他不信啊，非让我给他介绍。我说这样，我把你邀请进征婚群里面，你自己发个征婚信息，看看有多少符合要求的男人愿意认识你，这不就完了？他说好，我还先把他邀请进了3个群啊，有2个还是高端优质群，基本年收入都是在30-50万的。他在这群里啊就发了自己的介绍和择偶要求，这信息啊一发出去之后，果然很多男人都加他。他一看，你看这下脱单有望了吧，还跟我炫耀呀。我说没事啊，你回家慢慢跟他们聊，跟他们认识就好了。结果今天一大早就给我打电话呀，特别生气的跟我说，加他的没有一个符合他的择偶要求的。有一位38岁的未婚初中学历啊，没房没车的男士加他，把他给气得够呛呀。这男士呢上来就表白啊，说自己的条件虽然不行，但人啊可靠老实，一眼就看上他了。这姑娘是二话不说呀，直接拉黑啊。还有一位男士呢是42岁离异啊，这儿子都上高中了。他家这个姑娘说呀，自己开了一家麻辣烫，一年也能赚个30多万。虽然年龄大呀，但很显年轻啊，就跟30多岁的男的一样了。这给姑娘给气的啊，直接就开怼啊，说对方睁眼瞎，那看不到自己的择偶要求吗？最后两人呢是互怼互删。总算呢有一位是符合条件的男士啊，35岁未婚，有车有房，年薪在20左右。他一看照片，那心梗啊差点犯过去了，这大脑门啊都突发了，都泄了顶了。结果又是拉黑。反正加他的呢不是牛鬼蛇神就是歪瓜裂枣，气得他在那群里啊又发了一遍信息，并注明强调请看清自己的择偶要求，不符合要求不要加。好了，一时激起千层浪，那群里的男人不愿意了呀，集体围攻他，一人一句说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唾沫星子差点没把他给淹死。气得他就给我打电话啊，说自己接受不了那些30-40岁的老男人去加他。这话说的，你不能接受的不是这些30-40岁的老男人吧？你厌恶的应该是条件不行、技术不行还大龄的男人，总是幻想了钻石王老五去追你，让人听听你这是不是有点痴人说梦了？姑娘一听啊，气得直接给我撂了电话。哎呀，我有点堵心啊，去喂娃娃去了。服了。今天我们唠点相亲市场上的真相啊。不知道有些人是在象牙塔里面待久了，没有经历过社会毒打还是怎么地，找对象呢，他总是跟做梦一样。哎呀，要找白马王子呀，白马我给你整不出来啊，那刺猬和王八我有。5年前呢，认识一个姑娘，26岁，普通本科行政专员啊，性格很好，而且人长得很漂亮。那个时候好多男人都喜欢她，她就是那种男人特别有眼缘的类型。结果5年过去了，那是挑挑拣拣呢，谁也看不上。我那门口啊，看门的刺猬都给熬秃了皮了。他挑什么呢？这个男人有钱，但长得不好看啊，长得好看又没钱，哎，找个有钱又好看的，又觉得对方情商不够，在一起不开心。他说自己也不清楚要找什么样的，反正啊，我是觉得他什么都想要，总说差不多就行，其实啊，差一点都不行。好了，现在31岁了，没事就给我打电话说有没有合适的。我说呀，暂时还没有。他说不是最近男士挺多吗？我说人家条件好的呀，一听你的年龄就不想认识了。他又开始后悔啊，说条件差点也行。我问他差多少，他说也别太差了啊，这个长得别太难看，条件别太低，赚的比我高点就行。我说离异的有，他一听就急得哭呀，说自己还未婚呢，不想找离异的，然后就是后悔。可后悔又有什么用呢？在相亲市场上很多这样的啊，自身条件真的很一般，外貌确实稍有优势的，各种挑挑拣拣。那男人都是看脸吗？你好看了，喜欢你的就多。于是啊，被追捧的过程当中，各种看不上。理由就是啊，对方配不上自己的才华和相貌。好了，终于熬到30岁了，择偶范围呢是越来越小，择偶要求反而是越来越高。他责备我是不是存心不想帮他，挑的都是什么歪瓜裂枣。秉承着凡事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的态度啊，我也不好意思把话说的太明白吧。可有些人呢，就是看不清楚也看不明白，自我认知偏差的太厉害了。结婚呢，找对象，你说白了就是要搭伙过一辈子的。如果你本身啊并非独身主义，内心极度渴望爱情的话，到了30岁你还单身，绝对是要先从自己身上找问题的。我可没有制造焦虑啊，我也没那个能耐。这种焦虑啊是社会是现实造成的。30岁是相亲市场的分水岭，甚至有些3-4线城市啊，26-27岁之后你就要面临啊可选择的择偶范围是越来越小，意味着越来越少的机会可以遇到你合适的人。当然，如果你有一定的财富积累啊，程度足以忽略年龄的限制，那你可以忽略我所说的。但如果你跟我一样只是普通人，那么我希望你能够认清现实。在婚恋市场上，30岁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啊？
这个年龄段的思维方式普遍会随着阅历发生了巨大的改变，心态也会不一样。那男人对爱情没有那么多的期待了，择偶要求多数都是用开玩笑的话说女的活着就好，条件普通一点也没有关系，只要人好合得来就可以。可有些女人呢，更像是一场赌又着急找对象，又谁也看不上。年龄越大呢，不是认清自我，而是认清了现实，觉得这个社会没车没房没钱的是行不通的。好了，开始要求男人买车买房，有存款7位数。还有一部分呢，选择了事业而非家庭的女性由于自身的社会地位财富积累的变化，往往不再执着于寻找物质上能够相互依赖、相互扶持的伙伴，更加追求灵魂上的这种灵魂伴侣，一起度过余生。这种择偶观比要车要房要存款的更难找。说句现实一点相亲市场上并非只有你一个人，越是优秀的男人眼里他们越想要找一个年轻漂亮的，他们更加愿意看重的是女人的性价值，而不是经济价值。所以女孩子你要学会聪明一点，只要你进入到相亲市场上，一定要在你有限的年龄红利期里面去找到你合适的人，千万别再错过了青春追悔莫及，别再做春秋白日梦了。忍一时，风平浪静；退一步，含恨